中国古人呢，以天干地支相配呢，用于记年月日，又将天干与五行对应，地支呢与12属相相配。不过在中国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把这丙午丁未之年称之为赤马红羊节。在这60甲子一轮回当中与地支五位相关联的属相分别为马和羊，而天干丙丁与五行中的火相配，火呢为赤红色，所以丙午丁未呢又称之为赤马红羊之年。说来也怪，历史上每逢丙午丁未之年，中原是必有浩劫，天下难得太平，所以古人呢简称之为赤马红羊节。我们今天呢就来聊聊历史上的赤马红羊节。那么下一次的赤马红羊之年是什么时候呢？答案是2026和2027。到时候这赤马红羊节会不会再次重演？中国是否会再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呢？赤马呢，原指能日行千里、夜走800的宝马良驹。红羊传说能分辨是非曲直，乃是神羊。按理说，这赤马红羊连在一起，应该是好上加好，怎么就成了国家动荡、改朝换代和天灾人祸的象征了呢？据说这最早提出红羊节的是南宋衢州江山人柴望。这柴望卒业于临安太学，后任职中书省。在宋理宗淳佑6年，也就是公元1246年呢，他写下了《丙丁归建》一书。这里的丙就是指丙午年，丁呢就是指丁未年，龟呢就是龟甲，因为古人常用龟甲来占卜。这鉴的原意是镜子，这里指借鉴的意思。这本书的内容非常的奇特是专门讲谶纬学的。所谓谶就是用诡秘的隐语预言来向人们昭示未来的吉凶祸福、治乱兴衰。柴望在书中列举到，自秦昭襄王52年，即公元前255丙午年，到五代汉天福12年，即公元947的丁未年，在这1200多年间一共经历了21次丙午丁未之年，毫无例外都发生了动乱或天灾，国家是厄运连连。柴望声称丙午丁未国家有劫。柴望是书生义气，将此书呈给当朝皇帝赵云。他在《晋丙丁归建表》中说：“时载是，世载道，有前代之元归。”他原本希望朝廷呢能够以史为鉴，励精图治，可没想到当时的南宋皇帝是偏偏不信邪，到最后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进谏，惹得皇上龙颜大怒，一句妖言惑众彻底将这柴望免去官职，一撸到底，打入大牢。好在当时的临安知府赵禹畴得到消息，出手相救，这才让柴望在狱中没怎么遭罪，免去牢狱之苦。出狱后的柴望呢，只好归田，隐居在衢州江山长台一带。关于红羊节，这历代的诗歌当中也多有提及，比如唐朝殷尧藩的“太平从此消兵甲，寄取红羊换节年”，元代元觉的“红羊赤马悲沧海，白虎苍龙掩大庭”，清朝龚自珍的“无奈苍狗看云，红羊数节，往往休提起”，和清代邱逢甲的“一年几度见明月，况值红羊换节年，万里河山方破碎，一家儿女共团圆”等等。这历史上最有名的红羊节呢，就得算北宋的靖康之耻。靖康元年，也就是1126年，这一年呢，恰好就是丙午年。当年11月，这北宋的首府东京汴梁，也就是咱们今天的开封被金兵所破，清徽二宗被俘。靖康2年1127年丁未年的4月，清徽二宗及大量赵氏皇族、后宫嫔妃与贵卿朝臣等3000多人被金兵押解北上，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靖康之耻。据说靖康之变之前，当时深受宋徽宗信赖的第30代张天师张继先呢，在一次宫廷做法之后告诉宋徽宗将有赤马红羊之恶。那么这段对话呢，也被记在了元人张天宇所著的道家经典《玄品录》当中。书中这样写道：“郑和中大哉，命教攘之，因奏红羊赤马之恶，其与密。”大约在10年之后就发生了靖康之变。据说金国开国将领金兀术长得就是红脸膛、赤胡须、山羊脸，坐骑火龙驹，正好应了赤马红羊这几个字儿。
除了金刚之耻啊，那么历史上的赤马弘扬之年还发生过哪些事儿呢？咱们给大家捋一捋。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驾崩，吕后开始专权，汉家基业几乎倾覆。公元前15年，王莽被封为新都侯，种下了日后篡权的祸根。公元167年，汉桓帝驾崩，汉灵帝继位，汉朝从此衰落。公元226年，魏文帝驾崩，魏明帝继位，司马懿受命托孤辅政，随后司马氏灭掉曹魏。公元646年，武则天介入后宫。公元826年，唐敬宗被宦官杀害，随后便有了甘露之变。公元886年，天下大乱，唐僖宗逃亡汉中。后人以正史为依据，统计出有明确纪年的西周共和元年，也就是公元前841年开始，到近代的1966至1967年，总共发生过47次弘扬节。这每60年轮回一次诅咒历经3000年，从未间断。到了近代，中国也经历了2次弘扬节。20世纪初的丙午丁未年间，也就是1906年至1907年，人们意识到遇上了弘扬节的恶岁。民国才子李叔同后来成为一代高僧的弘一大师他在中国遭逢八国联军侵略之时写下了悲愤的名句：千秋功罪公平在，我本弘扬节外身。1905年，大清朝派出了5位大臣出国考察政治，准备立宪。但当时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既无魄力推动改革，也害怕环境改变，错过了立宪的机会。终于在1907年的丙午年，八国联军入侵，清王朝的气数进入倒计时，慈禧和光绪相继病重，中国陷入了空前的黑暗之中。之后辛亥革命爆发，满清覆灭。孙中山在革命歌中写道：“万象阴霾打不开，弘扬节运日相催。”也就是说清王朝的统治黑暗如同浓重的阴霾。不过弘扬节运已到，上苍正促使其统治者垮台。在此之后，1966年至1967年，丙午和丁未之年就是文革，其空前的惨烈程度可谓是中华浩劫。这弘扬可以说是文革的一种象征。1980年，年届80的语言学家王力回忆起文革时的往事，作诗赠内一首，其中写道：“弘扬渐入娇宵泪，白药衣舞铁杖伤。”饱含对文革的痛苦回忆，也道出自己当年遭受的精神摧残和皮肉之苦最后我们再来讲讲预言中的2026年。1915年，山西地裂，刘伯温的《推背图》现于世间，里面预言道：2025年大节年过后2026年中国将有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推背图中说，北魏紫薇大帝献领28宿，九曜星宫身在秦州地上。又说玉清28宿降凡秦州地上，保北极紫薇大帝在中天中国。在星象中紫微星对应着中国帝王，也就是中华龙脉的继承者。这紫微星下凡就是说中国要出新的皇帝，并且他是天命之所在，会延续中华龙脉，承传中华道统。那么这位新帝王将会在什么时间登位掌权？推背图中写道：4年丑过寅初，金鸡苏醒，谓之天晓。整个中华大地金鸡双立，思想归路，神州出真神。这就是神安排中天中国地形，金鸡少一腿，一只抬不随。要想得统一，恶人先灭尽。乾坤是心仪，紫薇做大帝，十方百国法轮回，普天同庆实现满。针对这段预言有一种解读是说，2025年4年黄历12月丑月过后2026年开始之时，金鸡将苏醒。这中国地图是指公鸡的形状，称之为金鸡。中国金鸡版图有2条腿一条是海南岛，一条是台湾。在中共统治大陆期间台湾不可能回归，所以这金鸡一直处于单脚摇晃的状态，很是费劲儿。2020年至2025年是人类的大劫年，这期间各种天灾人祸不断。等到2025年大劫难结束2026年中国改朝换代将会发生根本的变化。这个时候台湾或许愿意和大陆统一，金鸡将双脚站立而苏醒，中华民族从此将进入全新的文明。在旧时圣人的教化之下，恢复传统文化与道德，穿越历史上人类道德顶峰时期，幸福无比，成为世界强国，开启全新的人类纪元。
推背图中还有若得过了大劫年，才算世间不老仙。解放人人艰难过，关过天翻龙蛇年。这也就是说要过了某个龙蛇年，那么这里呢，暗指2024、2025年才是真正的过了难关。若问大平年，驾桥迎新主，上元甲子到，人人哈哈笑。问他笑什么？迎接新地主。这句话是说，大劫难并非是世界末日，而是大劫难过后，人类将迎来太平盛世，开启新纪元，也就是所谓的上元甲子。人民从内心盛赞真主。清朝国师道家仙真刘培忠也预言道：天时浩劫，万国愁，龙头蛇尾，恶魔休。这可能也是说，2024龙年至2025蛇年之后新文明起步，上元甲子到，天下太平，乐无忧。眼看着2026年和2027年离我们是越来越近了。历经3000多年的红阳节，能否给中原大地再一次带来一场变革呢？相信视频前的朋友们也都能够有机会和大鹏共同亲眼见证。到时候就可以找出这期视频来看看我们说的到底准不准。好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